深圳警方最近从非洲国家贝宁羁押回了一名华为员工，该员工在公派出差时期出门旅游走失，被当地军阀收留后，为回报军阀，翻译并教授该军阀孙子兵法，提供种植小麦方法，引导该军阀进行755次大小战斗，吞并13个不同部落及军阀，因战争罪被贝宁政府抓获，移交中国大使馆。据贝宁政府移交卷宗显示，这人白天在华为工地上班，下班后就到军阀营地教授知识和作战技巧，凌晨4点回华为住所睡觉，第二天9点起床，继续上班，重复该行为直至被贝宁政府军抓获，长达2年10个月，收取军阀报酬8万美元，粗金矿石 1.38 吨，精炼金条200公斤，以及该军阀赠予的美国国籍女性1名，法国国籍女性1名，非洲当地女性6名。据同时被捕的军阀3把手交代，该男子几乎已成为该军阀集团事实上的2把手。被捕是因为贝宁政府军的教官认出对方使用汉语进行交流。该教官毕业于原南京军事学院。欢迎大家来到艾森的频道。最近在网络上流传一位外派到非洲的华为员工，在因缘际会之下，阴差阳错做了非洲某个军阀的军师的故事。这个故事听起来非常的曲折离奇，也非常富有戏剧性。我不知道您看完这个故事下来，觉得这个事情的可信度有多少？至少我发现网络上这个有将近5万粉丝的这个推特大 V， 他是非常认真的相信了这个故事。如果今天我的视频告诉您，这其实是某一个网络段子手意淫出来的故事，您相信我的判断吗？如果您现在暂停这个视频5分钟，非常认真的重新审视这个故事，您能从这个故事当中找到多少破绽呢？请记得点赞并且关注我的频道。接下来我会带大家逐一go through整个故事的一个详细的细节，告诉您这个故事的破绽出在什么地方，也会带大家分析为什么编造的如此离奇、非常不靠谱的这种东西，在中国的网络上有那么多的人还会对他们深信不疑。首先呢，这个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华为的员工，他被派驻在西非国家贝宁。我们知道贝宁这个国家呢，其实它是位于赤道附近，整个国家总体的国土面积大概是11万平方公里，是一个非常小的国家。通常华为派到非洲去工作的员工，主要是以这些做技术方向的一些员工为主，当然也会有少量的这个翻译，会帮助他们这些员工来开展工作。在这个故事当中呢，一般而言，我们会倾向于认为这个主角应该是一位就是技术型的人才。他之所以会在出门旅游的时候走失了，很大一部分原因可能会是因为语言不通的原因，因为在贝宁这个国家，他们的官方语言是法语，而通常国内的这个受教育的人群，他们英语没有问题，会法语的人特别少。所以这个故事里面的主人公，我们会判断他应该是不会讲法语的。 OK，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问题来了，当他在外面旅游的时候，语言不通的话，他其实可以用谷歌翻译来解决，问题不大。但如果真的是像这个故事描述的，这位员工是帮当地的军阀做军事的话，语言不通，那他是如何能够解决他们沟通的问题的呢？因为你知道，如果是指挥一些军事行动，你如果想要依靠这个谷歌翻译，很明显是没办法做到即时的一些同步跟沟通的，所以这是第一个破绽。如果你能够使用谷歌翻译的话，其实大概率你也是能够使用谷歌地图的。既然你都能够使用谷歌地图的话，那你为什么会在出门旅游的时候走丢呢？这个是不合情理的一个地方。而有一些人可能会抬杠说，他所谓出门旅游走失，其实可能是一些比较委婉的讲法。真实的原因是因为他出门旅游的时候被当地的军阀掳走了，或者是被这个强行拘禁了。如果真的是这种情况的话，我就想反问一下，军阀抓到了一个人质，
通常如果他不收到赎金的话，他没有任何理由会放你走，对不对？如果你语言不通的话，你又是怎么能够说服这些军阀放你走的呢？是因为你具备某一些独特的技能吗？当然呢，在接下来编的这个故事当中啊，很明显这位员工是非常厉害的，对不对？又会军事技能，又会一些农业方面的知识。好，我们接下来就往下面看，看是不是真的像他说的有这么玄乎。会有一些人来抬杠说，虽然你说的虽然没错，听上去好像是很矛盾的，但其实你要知道，这个人其实他真实的身份是中国的特工或者是间谍。他所谓的这个华为员工的身份，只是对他真实身份的一个掩盖、一个掩护、一个幌子。OK， 那我就算你这种说法是靠谱的，那我想问一下，中国政府跟这个贝宁当地政府是有正式的外交关系，对不对？如果你中国政府派了一个中国的特工去帮助这个反政府的军阀派系的话，请问你中国政府要怎么样向贝宁当地政府来解释？其次，贝宁当地政府把这个人抓住了以后，如果他这个人从事的是帮助当地派系反政府的一些活动的话，贝宁政府肯定没有道理要这么无条件的把他移交给中国政府，对不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他是移交给你了以后，那这种事情很明显，中国政府是不希望让新闻媒体知道的。那请问你今天这个故事的来源是来自于哪里？有任何新闻媒体报道过这件事情吗？很明显是没有的。所以它这个是逻辑上不通，是逻辑不能自洽互相矛盾的一个点，对不对？而且回到刚才那个关于贝宁的一些基本知识，我们知道贝宁这个地方是非常靠近赤道的，是一个非洲的热带国家。既然是一个热带国家的话，很明显这个地方是不适合小麦种植的，因为这个地方温度非常高，而且雨水非常充足。而通常小麦这种作物的话是比较适合温度相对要低一点的地方。我们如果翻看一下中国政府的一些网站的话，我们中国政府的确是有援助了贝宁一些当地的农作物的一些项目，但他们主要集中的是在一些比如说玉米蔬菜和蛋鸡之类的一些产品上面，并没有提到任何跟小麦种植相关的一些内容。以及贝宁当地的农业其实也是主要以种植经济作物，比如说棉花棕榈油等等为主的。所以我们其实综合起来看，这个人教当地军阀来种植小麦这件事情，基本上可以判定你是搞笑的，要么你种小麦是用来当做这种花园里的这种园艺。OK， 如果你是想通过种小麦来获得很高的收入，或者是能够养活自己这个军阀派系里面的这个军粮，作为军粮来养活自己的士兵的话，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第二点，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贝宁虽然是一个小国家，虽然是非洲的一个很穷的国家，但这个国家其实政治非常稳定，并不像这个故事所编造的那样存在着不同的军阀林立的一个军阀混战的这么个情况，所以这个故事根本就是想当然在瞎编，他根本就没有研究过他编这个非洲国家所谓是贝宁这么一个国家的一个情况，一个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子，而是想当然的就是安插了一个军阀混战的这么一个背景。当然他也是欺负你根本就不知道，因为这个国家很少人知道，很小，对不对？他欺负你不知道，所以能蒙就蒙。而且呢，我们这位所谓华为员工是一个真正的时间管理大师。我觉得非常搞笑，他提到就是他这个人在华为上班全职工作，下班之后再匆匆忙忙赶到这个军阀这边去打第二份工。我就算你5点下班，6点去到军阀这边 OK， 好，6点钟开始工作，然后呢他凌晨4点结束工作，然后匆匆忙忙就赶回华为的这个宿舍去睡觉，9点钟醒来就上第二天的班。我跟你满打满算，你一天的睡眠时间可能不到5个小时，只有大概4个小时左右的样子。你短时间为了某一个项目赶进度，我觉得这种作息时间是完全可能的。但你长达3年的时间，你都维持只睡4个小时，你觉得你真的是能做到吗？就算你能做到，长期缺乏睡眠导致的后果就是人会变傻，变成傻子。变成傻子的情况，你还能够辅佐军阀成为一霸，那真的是哇，这个意淫的这个情况意淫到了极点真的是想当然到了极点。就算你肯为了这个
辅佐这个军阀全心全力啊，呕心沥血。我想请问一下，你真的有那么重要吗？整个军阀集团为了你都更改他们的作息时间吗？改成上夜班为主了哦。OK， 如果他们不更改他们的作息时间的话，那我想请问你只有晚上的时间，你晚上6点钟开始，这么奇葩的上班时间，你能够怎么辅佐人家军阀去干嘛呢？帮人家去制毒嘛？上夜班去制作毒品嘛？这根本就是非常搞笑的一个事情。因为这个本身也是互相矛盾的。如果你觉得真的有那么重要，因为你的这个帮助让军阀获得了非常大的一个改革，非常大的一个动力的话，那人家势必为了你去更改他们的作息时间，你觉得可能吗？如果人家没有为了你去更改他们的作息时间，那说明你没有那么重要，对不对？你对他们的帮助没有你吹的那么厉害，那你这不是两个事情是互相矛盾的吗？而且特别搞笑的是，这个故事还告诉我们的这个读者说，作为报酬，军阀给了这个人8个老婆，6个当地的女人，一个美国的女人和一个法国的女人。我就想问，你都这么忙了，你还哪有那么多的精力去照顾8个女人？你是怎么能够做到的？你身体不虚吗？你的肾不亏吗？你是要每次可能在2分钟之内解决战斗吗？这个我觉得是根本非常搞笑的一个事情。你除了是时间管理大师，你也是精力管理大师才行，对不对？更何况的是你要知道一点，就是贝宁当地的官方语言是法语。这个国家呢，以前是法国的殖民地，所以你如果当地的军阀你要敢囚禁一个法国的国籍的公民的话，你当人家法国军队在非洲是吃素的吗？更不要说还有一个美国国籍的公民，法国跟美国2个国家联合起来，不把这个军阀做掉吗？你当人家是吃素的，还能够分你2个人做你的小老婆吗？我觉得真的是这个人编故事的这个人是自己意淫、自己高潮、自己嗨，就是为了让整个故事的可信度看起来更高，所以这个编故事的人好像还有那么一点水平，他会有意识的放了一些非常详尽的一些数字，但呢，因为他自己水平也不是那么的高，反倒这些非常详尽的数字就出卖了他，让我们有非常实锤的证据来证明整个故事根本就是不可能的，是瞎编出来的。首先第一点，他在这个故事当中提到，总共服务了这个军阀2年10个月，也就是34个月的时间，总共进行了大小战斗755次，那就是说平均每个月进行22次的战斗，也就是相当于每一个工作日他们都要开战，周末才休息，对吧？ OK， 那我就想问了，首先第一点，你这个军阀有那么忙吗？每天都要打仗？你这里所谓的战斗，你到底是小型的军事行动，还是中型的军事行动，还是其实可能只是街头斗殴？一个正式的正儿八经的一个军阀，就算是任何一支正儿八经的军队，他都不可能是每一天都在战斗的状态，好吗？难道他不需要休整，他不需要整编的吗？他不需要进行军事训练的吗？一上班都是在战斗，你这不是搞笑吗？而且如果像你说的是正儿八经的军事战斗、军事冲突的话，请问你这个军师是冲在战斗的第一线，还是你就猫在后方指挥？如果你是猫在后方指挥，你一个小小的军阀，你有美军那么先进的通讯设备吗？你怎么能够指挥前线的战斗？你怎么样解决你的语言沟通问题？根本不可能啊！如果只是街头斗殴的话，那你肯定不好意思说这个是军事冲突啊。那你又怎么解释故事后来这个贝宁当地政府是以战争罪来抓捕这个人，来把他遣返，把他移交给中国政府的呢？所谓的战争罪，那是属于交战战争状态下犯下了非常不人道的、非常严重的战争罪行，才会是战争罪的这个范畴。那如果你是街头斗殴的话，你根本没有任何道理会被战争罪这个罪行来起诉、来被逮捕，所以这个根本就是扯淡，
互相矛盾的一件事情，好吗？如果你说这是正儿八经的军事冲突，是正儿八经的这种军事行动的话，我想请问你，755次大小冲突，如果你是冲在一线的话，你又怎么可能全身而退呢？你真的是有神功护体吗？好了，接下来这个黑帮给了这位所谓的华为员工这个军师什么样的报酬呢？这里也是非常搞笑的地方。首先给了他8万美刀的这个现金，8万美刀如果是1年都觉得稍微少了一点，更不要说是3年，这好像真的不是很多哈。OK， 然后第二项来了，第二项是给了他200公斤的金条。我想知道这个人编这个故事的时候有任何概念吗？200公斤的金条哦，如果按1公斤黄金的金价63000美刀来算的话，200公斤的这个金条意味着这些黄金价值1200万，将近1300万美刀。我想请问整个军阀集团，你所有的资产加起来有没有1300万美刀？而且你要知道，在贝宁这个小国家，它并不怎么出产黄金，它全国1年的黄金产量可能不到100公斤，它一次就给了你整个国家2年的黄金产量给你作为酬劳，你这个真的是富可敌国了，根本就不靠谱。然后呢，第3项，那这个军阀还给了这个军师1.38吨的黄金金矿，这是一个什么概念？我想请问他是怎么样把这个1.38吨给这位军师的呢？是把这堆金矿石从矿场挖出来之后称好重量，然后堆在某一个露天的地方，然后交给这个军师作为报酬的吗？那这位军师怎么样去保护他这堆金矿呢？这个仓储跟这个运输费用要花多少钱？如果是这个金矿本身它是放在矿场那边，划了一块地方说这个地方就是你的，那怎么样称出1.38吨出来的？我这个很想知道。而且你如果有一点点基本的常识的话，你应该知道金矿那面其实每1吨金矿能够提炼出来的纯金只是大概几克到几十克，我给你往多了算，1.38吨金矿你最多可能只能提炼50克黄金，50克黄金是什么概念？可能现在的金价大概3000美金到头了，所以你为了这3000美金，你要花多少成本去提炼、去运输、去保管？有谁会把1.38吨金矿矿石作为报酬交给其他人的呀？这个我这是第一次听到，这个编故事的人也非常具有想象力哈。当然也表明他也不是完全没有做过功课，他至少知道贝宁这个国家是有产金矿的，也许他看过这个维基百科。所以呢，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会被这个故事骗到，会真的相信了这个事情是真实发生的，也是因为编这个故事的人呢，他其实迎合了国内某一些大陆人的这个心态。首先第一个心态就是所谓的猎奇跟爽文的心态。当我们所有的人作为人矿在国内996、007，然后被压榨的这么厉害的时候，而且还头顶着几个什么高房价呀、高教育、高医疗支出的这几座大山，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同样是一个打工仔，当你把这个环境从中国，从这个写字楼转换到非洲的时候，然后你就立刻能够就是有机会，然后就是帮军阀打出一片天空，然后你能够左拥黄金，右抱美人，然后立刻就变成霸道总裁，走上人生的巅峰，迎娶白富美。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种中国人的这种意淫的这种心态。其次呢，编这个故事的人迎合了就是中国人某一种对于中国的祖宗传下来的东西的一种迷之自信。就比如说觉得一本《孙子兵法》，哪怕你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的军事训练，没有参加过任何的军事行动，只要凭一本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孙子兵法》，然后你就能够带领非洲人民横扫天下。然后呢，也迎合了国内这些网络的一些新闻报道，就是因为在中国大陆有那么几家军校，比如说国防大学、石家庄陆军军事学校，跟这个南京军事指挥学院这几所大学，它的确是有收一些非洲的留学生，这些非洲留学生也的确在回国之后
可能就是发动了政变啊，或者是就是爬上了非常高的这个权位，所以呢，他们也是迎合了这些国内的这些人的这种心态，然后编出了整个非常荒诞无奇，但是又有非常多人相信，又有非常多人愿意去相信的故事。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因为就像刚才讲的，他有意识的放了一些数字啊，或者一些东西，让人家相信这个故事是真的。也是因为很多国人其实没有出过国，他们未必有见过外面的一些世界，他们受的教育程度可能不足以让他们来质疑这个故事当中出现了一些非常明显的漏洞。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就是一些针对华人的这个网络诈骗层出不穷的原因，是因为说实话实在是因为傻子太多了，骗子他们骗不过来，所以非常可笑，也是非常可悲的一个事实。今天想趁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也希望我也是希望就是遵循我自己的一个思路，我们也能够互相成长，共同防范一些类似的事情让骗子的骗术得逞的机会少一些。所以我也非常感谢你愿意耐心的看完这个视频请记得点赞、转发，并且订阅我的频道。祝你有心情愉悦的一天，谢谢。